Brother，有没有背痛的问题？偶尔啦，但不是时常。你会不会觉得背痛就像伤风感冒一样，是一个很普遍的健康问题啊？好像是这样子哦。不过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就是我们人一生当中啊，95%以上哦，是会因为背痛去寻求帮助。所以这一集就要聊一聊背痛了。是，背痛有分不同的类型吗？那医生一般是如何检测背痛的原因呢？中医有耳穴疗法，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哪些手法为患者治疗呢？背痛有什么警讯呢？想知的话，都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brother， 我觉得这个背是一个很难搞的咖啊。为什么这样说它啊？你看，你动太多会受伤吗？会痛吗？你久坐也会痛，你说是不是很难伺候？很难搞还好我们接下来嘉宾呢不难搞。让我们欢迎张正轩，还有意大利郑丽芬，欢迎。还有矫形与脊柱外科医生于伟文于医生，欢迎3位。来，请坐。聊一下背2位啊，你们有没有什么背痛的一些经验呀？恐怖的经验啊？对我来讲是很恐怖，因为我很爱坐在地上做东西，只要我久坐。我一起来，我的背就痛了，很不舒服。你的久是多久？2、3、4个小时这样子，可是一起来我就痛了。我的经验比他更恐怖。怎么样？因为我是在冬天，如果去打球的话，我很容易扭到腰。然后我扭到之后是我不能坐，不能站，我躺住翻身都翻不了。对。然后我一咳嗽是我不敢咳出来嘞，因为一咳一震动那个腰痛到是完全没办法忍的那种。哇，那感觉蛮严重了。呀。那我想问一下，于医生就是在新加坡最常见的一些背痛的原因是什么？最常见的其实是腰部肌肉扭伤，可能运动过度，对，或者提重物的时候姿势不对，是。那还有有一些人是因为慢性劳损，可能腹肌和腰肌不壮，长期没有锻炼，而且加上站姿坐姿不好，然后引起背痛。我之前就是坐住腰不痛，对不对？突然间有人叫我，Jeremy到你了，我就站起来很快，对，马上拉到腰。所以这是我们常会说的嘛，闪到腰。对，然后还加上是因为关节老化了，随着脊柱年龄的关系，关节老化的话，可能引起关节炎或者椎间盘突出、深骨刺，也会造成背痛。OK， 我听过2种说法，有人说是你腰伤你不要去运动，有人说你腰伤你更要去运动，增强你的肌肉就核心力量。所以我有一点不太懂，说到底是要该听谁的？运动其实是好的，可是可能你需要专业人士指导吧，做正确的运动。了解。那还有什么其他的风险因素体重超标的话，对腰部的压力就增加了还有情绪情绪有关，为什么呢？那些比较容易忧郁的人可能精神上的压力使到肌肉紧张，也可能比较常发生背痛啦。OK， 最后一个呢，那个很重要是抽烟。抽烟者也会得到背痛的机会比较高。为什么呢？抽烟可以减低那个流向脊柱的血液循环。OK， 就影响那边的新陈代谢。而且抽烟者比较容易患上骨质疏松症。了解。OK， 那背痛有没有分几种种类的？有吗？种类分法有几个方法啦，最简单的是用时间来分的。OK， 急性背痛呢，通常几天到1、2个星期就逐渐改善了。OK，那慢性的呢就超过3个月。那2者中间呢就是亚急性的。OK。通常你的建议啦是痛超过多久就要看医生？如果背痛超过2个星期，尤其是严重背痛，那种背痛是休息不可以缓解的，你躺住它也痛还有站着更危险的是那个背痛向下延展。开始影响下身，1条腿、2条腿会麻痹、刺痛，可能没有力，走路有问题，走路不稳，甚至如果伤到神经系统，大小便也会失禁。那些应该是去看医生了。我的脚麻以前是比如说我去做 gym，然后可能推太重，
有的时候脚会麻，而且它总是出现在一条腿。最近就会比较好一点，对，只有打球会出问题。可能是那个椎间盘稍微突出一点嘛，就是某种动作它压着比较厉害，你那条神经根就会感觉麻痹，对，痛了，对，再下来的是，如果你的背痛，有伴随着原因不明的体重下降、发热，有时候可能是因为感染病。细菌感染或者甚至是癌症。真的哦。对，那年长者，尤其是跌伤或者背部受到打击，可能是骨质疏松症吗？可能是骨折，那应该要去看医生。明白。对，可能有些人就是痛到可能走路都不稳。对，他可能他站的时候因为很痛，你懂吗？你没办法站得很稳。对，尤其是因为脚没有力或者麻痹，那个是神经系统受到伤害。了解。那我们先进段广告，那广告之后呢，会深入了解背痛，我们稍后见。好。好，我们欢迎王邦旺中医师加入今天的讨论。欢迎医师好。那我想问一下，以中医的角度是如何看待这个背痛呢？中医痛症一般归在痹症因为自然界中的风寒湿3种物质会造成我们人体的气血循环不好、不足，所以会造就了身体的肌肉、关节等等的地方产生疼痛。那如果是外邪引起的，就是风引起的，我们的身体的表皮，它不能够抵御它的那一个吹吸，就会造成它疼痛。那寒它是之介，造成局部的血液循环量放慢，所以它会引起它收紧，血管收缩，它会引起疼痛。那湿邪的不一样，湿造成的就是说，我们必须本身就是脾胃不好，不容易吸收那个水分，或者是长时间在那一个所谓的有水分比较多的地方，或者是喝很多冰凉的水造成局部的浮肿之类，气血也是水流不通的那种样子。湿气重的人，就是因为他脾胃不好，尽量少喝冰水。还有一种就是气滞血瘀，在中医里面肝主筋，那肝气郁结就是我们情绪不好造成肝郁就是郁闷所以你就会神经绷紧肌肉紧张，这个是看不到的，所以它会痛。所以叫气滞。血瘀就是到了某一种程度，它影响到它的血液循环，所以就叫气滞血瘀。那临床常见的那个背痛的部位，有哪些啊？一般是在肩膀的菱形肌的这个部位，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这2个地方。肩颈下面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主要的原因是现代人的那个行为。那个习惯和工作模式，因为长时间对着电话、电脑好像我们现在我表演一下吧，就是这样当你这样看的时候，它的这个菱形肌就会往外拉。看你如果这样的话，它就会往这边拉，或者是这样的话，它就会一直这样。它惯性的往下看、往前拉，就会造成我们的那个菱形肌的那一个劳损和失去弹性，就会造成疼痛。对，明白。OK，那今天我们刚刚有一位就是长期饱受这个背痛困扰的一位朋友他就是来现场，我们听他现身说法欢迎 Olivia， 欢迎 ，Hello， 你好，嗨，你好 ，OK， 来，请坐。好，Olivia， 我想要知道说你有这个背痛的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概从2017年开始上保利的那段时间呢。是什么原因你知道吗？一直长期坐在电脑面前用电脑，因为中文课也是在用电脑。OK， 所以没有什么时间去运动。当时你的背痛是怎么样的痛法？通常都是在上背部跟颈椎之间的那个方面会比较紧绷，还有时候有点刺痛。刺痛啊！那后来你是什么情况下决定去找医生？2019年开始，我是出国回来，出国的时候突然间躺在床上起来了的第2天。突然间不可以走路，所以一走的时候，
很痛的很刺骨的痛在背后那个下背部啦。然后就是回到新加坡，我才去看 polyclinic， 然后他们讲说是 disc herniation 啦。他们也没有说可以一个很 conclusive 的一个结果啦。对。然后就忍了3年，忍这样的刺痛忍了3年。然后所以你那3年基本上都是没有办法走路，真的不可以走路。早上起床大概需要来40分钟的，就慢慢起。对，40分钟躺在那边，没办法想象哈。可是如果持续3年的话，这个是很严重了，有点长。不可以才忍才再去看 polyclinic 多一次。它非常真正的原因是那个 AS， 我们的 ankylosing spondylitis， 就是强制性脊椎炎这样子。OK， 它那个好像是一个免疫的问题，自体免疫的疾病来的。OK， 那后来有接受什么治疗？每2到3个礼拜要打，自己在腿上打针这样子。但会不会副作用？会影响到我们的肝还有肾，所以我去医院的话，每3个月去医院复诊的时候，医生都会来抽我的血来确保说没问题。那你是一打完这个针就不会痛了吗？还是怎么样？还是会痛，所以说还是得再吃那个消炎药、止痛药来吃下去才不会痛。那你打了多久？我现在打了快2年了。那我们今天刚好有中西医嘛，那针对你的这个情况啊，你有什么问题想问他们2位吗？主要问的是中医师啊，请问你们对于普通我们这样子每天在玩用电脑啊、做功课这样子，有什么方法可以舒缓我们的疼痛？我可以教一教你怎么样一些动作，你自己尝试的去做，比如说你站住，然后把手抓紧吸气，吸气，后面要靠紧后面这样。拉几下，这样往后靠，它就会把那个菱形肌给放松。它是紧张后放松，紧张后放松。夹大概夹8次左右了，8次哦。还有就是你可以往上拉，然后尽量往后。第一次不要往得太后，因为它会怕抽筋。对，然后你往后，然后往下，然后伸展。尽量往下拉，这样。这个我要拉一下，这样，然后上来的时候直接拉上来，然后往后靠，这样做8次。不错嘞，而且做这个不要急的嘛，要慢慢做。慢慢，你不要太快。对，心情不好也可以拉。对，它可以帮助。因为这个压力啊，这个是比较容易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方式。没错。那医生有什么需要补充吗？我是建议你做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好像游泳啊、骑自行车啊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肋骨跟那个脊柱的那个交界的关节也可能会硬化。如果你不常做这些有氧运动的话，如果硬化的时候，你的胸腔会缩小，那上了年纪就很容易气喘。了解。OK， 好，那还有什么问题吗？对于 AS 的那个强制性脊椎炎有什么看法？医疗呀，中医还是可以透过针灸啊，但是你记得不要去暴力的推拿，它会引起骨头断啊。因为你现在的骨头跟别人不太一样，所以太暴力的推拿会把它压断的。所以反而他的情况是不适合推拿的。拔罐啊、针灸这些吃中药是可以的。OK，所以要看情况。清楚的。好，今天也是很谢谢 Olivia 跟我们分享她的一些情况了哈。再次谢谢，希望你能够早日康复。谢谢你，谢谢。她的情况是怎么样？她问题可大了，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好，就这样啊。这是正这样的正骨回去。背部运动分2类啦，第一类是伸展拉伸运动 ，OK， 第2类是强化腰腹肌的运动 ，OK。其实这个背痛虽然是蛮常见的，但是真的痛起来是很辛苦的对，那最重要治疗方法有哪些？普通的背痛呢，通常可以用复健和物理治疗来医治。是，物理治疗是可以缓解疼痛啦，也可以教你改善可能日常生活的姿势。是 ，OK。然后也可以教你做一些锻炼和伸展运动，预防背痛再复发。是。
接下来呢，当然我们可以服药物啦。药物分2类啦，一类是只是抑制症状，对，像消炎止痛片这些啦。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我们了解背痛的原因，像细菌感染或者骨质疏松症，我们有这些可以医那个病因的药，也可以服用啦。那有一部分人呢，因为疼痛，可能可以去打类固醇或者关节封闭针啦。到最严重的时候可能神经系统受到影响，对，可能要做手术。手术，现在有哪一些手术是可以帮助？如果是神经压迫的话，我们可以做减压手术啦，把压住神经线的东西去除掉可能是椎间盘突出，可能是骨质，甚至是肿瘤啦。肿瘤。然后如果是关节蜕变不稳定、脱位，那我们可以做复位、固定和融合，或者关节置换的手术。最后呢，如果真的是脊柱侧弯的相当厉害的话，我们可以做矫形手术。OK， 那以中医的角度，有什么治疗的方法呢？中医可以选择的治疗方法很多，比较正规的有那个针灸加电针，它能够迅速的缓解我们的身体的僵硬疼痛，还有推拿跟正骨。推拿跟正骨它是一般都是联合在一起做的，主要是调整我们身体的不平衡和错位，和放松我们肌肉的那一个紧张度。那还有拔罐，拔罐本身会制造新的伤口，就是黑青。黑青就是为了能够启动我们的那个修复系统。还有的就是牵引。有一些它像腰椎间盘突出，我们会应用牵引床来修正它的那个身体的不平衡，和加大加宽它的那个神经出口，避免那个肩盘突出压到它的神经跟水肿，那个炎症反应就会减少。最主要的还是内服的药物。比如说，那个外伤的，我们一般会用一些活血化瘀药，比如说桃红丝乌汤芍药甘草汤那骨质疏松或者是那些骨质退化，或者是其他的骨的问题，后期我们都会应用那个大补肝肾的，比如说补肾阴、滋肾阳的那种方式。比较出名的就是骨质增生丸之类的了解，明白。OK， 所以中药其实也是能够帮助，但是还是要看是哪一种原因啦，有没有乱吃就对哈。所以还是说要找医师去调配这样子。OK， 那刚才其实医师有讲到一个重点啦，就是说如果有背痛，可以做一点推拿。对，今天有哪一位有这个问题的？很明显。我请医师来示范一下好不好？来，有请医师。中医治疗背痛主要是要先检查起那个骨架。那医师，你这样子看呢，他的情况是怎么样？完全没有问题。他问题可大了。他上面呢只是僵硬，对，跟左边的那个肩膀比较高。对，下半部呢是，你看他从这边腰部这边，它向内陷，这个向外。所以它两边是不平衡的，腰段是有一点扯弯的有点扯弯的，所以会造就了它的肌肉绷紧，引起疼痛。OK， 所以现在呢，就是诊断完之后就可以进行推拿了对，好，那我们有请医师哈。好的，我们治疗方法就是从脊柱下手，放一些那个润滑的介质，避免等一下你把它的皮给插上来。哇，感觉这个手法感觉就很舒服。郑先怎么样？什么感受？就是一是很舒服，第二是觉得很放心、很安心。这边它很僵硬，对，把肌肉先弄松，弄松来，会酸吗？其实不会，也不会痛，不会痛，很舒服。到这个位置有一点点痛。这个就是它的筋连在这个点上，所以会造成你的疼痛。这个主要还是肌肉劳损的问题。对，肌肉本身的问题，但是因为它的骨架这个已经有改变了。对，所以一般来讲，像这样的情况，我们会做正骨的方式，就是你转侧一边来，我们会把这个正骨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好，就这样这是正骨，这样的正骨回去它这个把它偏向这边的骨头向这边移回去主要是这样。行，好的，谢谢。完成。哇，好，谢谢医师
那当然呢，还有很重要就是要强化我们背部的肌肉啊。那我们要请这个于医生来为我们一起展示一下。背部运动分2类啦，第一类是伸展的拉伸运动 ，OK。第2类是强化腰腹肌的运动 ，OK。我们先做伸展运动的其中一种啦，好，叫做眼镜蛇式 ，OK。好，要注意的是，我们下半身就是臀部以下就是基础就是不离地的 ，OK。然后脚趾呢要向内旋转，然后用手力呢把上半身扶起。然后头向上仰，那扶起的高度呢是要看我们的柔软度来决定啦。我在发抖，天！那如果可以的话，就维持大概10到15秒就复位吧。好，每天可能做2、3次吧。2、3次 ，OK。重点还是要拉伸，然后现在要强化强化，我们翻过来，好，翻身 ，OK。All right。好，然后呢？这个是所谓的 bridge 啦，就是桥式，脚板不离地 ，OK。然后肩膀以上到头部也不离地，好，中间的地方就抬高，臀部抬高，维持大概也是10到15秒吧。哇，这个好像有练到点核心的肌群哦。对。有没有建议说1个礼拜做几次比较好？我看如果腰部有问题，每天都做吧。好，来，我们可以了。All right。所以医生，我们今天是做这2个运动吗？就是这2类运动哦，我们每一类就举一个例子。是，基本上就是一个拉伸，然后一个肌肉的重力的训练这样子吧。对 ，OK。虽然这个背痛呢是很常见，但是不要忽略，可能是一个重大疾病的前兆。没错，事出必有因嘛。如果你身体跟你说它痛的时候，就表示它在抗议，一定要去看医生，找出问题在哪里。对，那老话一句，病从浅中医啊，所以要谨记这个道理哈。好，在这里要谢谢我们的于医生、王医师，谢谢2位，郑轩还有意大利，谢谢。好，医疗大小事，一起长知识，拜拜。